累了吧，娟儿？歇会儿去吧。姐，我帮你扶行吗？不行，你太小了，弄坏了要赔的。姐，咱1星期能糊多少啊？能糊多少是多少呗。那糊这个怎么算钱呢？10个1分钱。啊，10个才1分钱。那糊100个才1毛钱啊，咱糊1天也糊不出1块钱。有1分是1分呗。哎，不行了，我不干了。你呀，歇着去吧啊！我今儿啊也就想让你们试试，没指着你们。娟儿，你找什么呢？爸以前用过染衣服的染料，你知道放哪儿了吗？染料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染衣服用的颜色，把衣服放在锅里煮。衣服还能放到锅里煮？哎，算了，跟你这书再说明白，我自己找。小梅。哎，唐师傅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来找你啊。找我有事儿吗？哎，你不是答应我让我帮你们家修桌子吗？是今天吗？是今天。我怎么记得是下个星期天啊？就这个星期天。行，反正都来了。哟，门怎么锁了？哎，谁在家呀？快开门！大姐，是你吗？啊，你搞什么鬼呢？快门开了！怎么还不开啊？小娟儿，这丫头搞什么平常？姐，丫头干什么呢？快进屋吧。哎，来吧。哟，姐，我先穿你的裤子了。你把裤子给染了？是啊，染成绿的了。你染它干嘛呀？学校要慰问老红军，要求穿绿裤子。跟我说一说就完了。瞧你染那样儿，那有什么难的？不是也染出来了吗？姐，你不觉得绿裤子配上我这衣服特好看？行了啊，你就别臭美了。哎，给小程叔倒杯水去啊。哦。哎，我来帮你。7、9、80。哎，多少个了？980个。哎，把桌子收拾收拾，准备吃饭了。快，娟，回去端菜。姐，哎，糊火柴盒现在多少钱一个？2厘1个。那就差不多2块钱了。以后我也来帮你们糊，反正我下了班一个人待着也没事儿，我手快，一天能糊好几百个呢。我们家老让你帮忙，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了。我爱干这个，说着玩着就干出来了。不用了，这点小事儿，我们家人多，说着玩着也干完了。倒过来。那还有2个活儿，等我下次来了再干，好吧？我走了。哎，吃完饭再走吧。不，饭我就不吃了。也没特意做什么，你干了1天活了，不吃饭怎么能行呢？真的不吃了，我怎么能在你们家吃饭呢？真的不行。还是在我们家吃完饭走。不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得先走了啊。哎，你忙活1天了，不吃饭就走，算怎么回事啊？就算相互帮助吧。来，慢一点啊！哎，你看，这个星期又弄了这么多。哎，对，不但数量多，质量也最好。对。哎呦，重一点。亚梅呀，哎，我知道你家负担重，可不能为了这点钱累坏了身子啊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我家弟弟妹妹都帮着我呢，您放心好了。哎，好，慢点啊。哎，没爹娘的孩子就是早当家呀。哎，郭玉还那么淘吗？淘着呢。哎，他老是得带着小妹妹。小妹妹挺黏他的。看着他们小孩带小孩的样子，真心疼人。来，给你13.5块。哎，谢谢郭奶奶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好，郭良，走回家去。哎。
踢过来。哎，小杨，把球踢过来。这谁呀？这么缺德呀？啊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国玉，又真会找地方，跑到我们家门口踢球，怎么不到你家门口去？大妈妈，不是我踢的，我在这里看呢。你敢说你没踢？我是踢了一脚。踢就是踢了，干嘛还嘴硬？走，找你姐姐，走。姐，哎，国玉把大毛家玻璃给踢碎了。国玉他人呢？大毛妈抓着他来了。啊！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大毛妈，亚梅，咱们邻居这么多年，我跟你爸都从来没红过脸啊！现在沈家是你当家，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吧？大毛妈，您先别着急。你是不急啊？砸丢不是你们家玻璃，你看看，啊！大毛妈，国玉踢碎了你们家玻璃，我赔。我们家国玉不懂事儿，我给您道歉了。大姐，不是我踢碎的。你住嘴！哼，还敢不承认？我亲眼看你踢的，你说你踢球了没有？我踢球了，可是你们家的玻璃不是我踢碎的。哼，亚梅，当着面都不承认，这没家长的还就是没教养。大姐，别说了。哎呦，这孩子撒野还咬人呐！姐，亚梅，你也犯不着当我的面打孩子啊！我是跟你说这个理儿。虽然说沈叔不在了，可是孩子该管教的还得管教。您放心，明天我一定原封不动的把玻璃给您装上。我不是跟您说要钱，我是说这个理儿。玻璃明天我自己装上，省得落下欺负一个那么沈家罪名。哼！我从哪里都不看，他们踢碎了玻璃跑了，妈就我踢的。你瞧你这人弄的啊，裤子也破了。你没踢球干什么去了？说呀，这天干什么去了？快说，说不说？不说是不是？快点，说不说？干什么去了？快说！还磨蹭什么呢？快脱衣服上床睡觉吧。来，屁股起来，去，睡吧啊。国宇，是不是还因为姐打你不高兴呢？来，起来。姐告诉你啊，姐今儿为什么打你？你不应该跟别人踢球去，知不知道？你现在还小，应该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。踢球的事一点也不怨我，他们踢球滚到我这儿来了，他们叫我踢回去，我就把球踢回去了。行了，张师傅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说，我们家国玉把别人玻璃给砸坏了，我想给人装上。多大的玻璃？就是普通家里装的那种。急吗？我想就可以好了。那就不吃午饭了。要是到了下午，玻璃店就关门了。
亚梅，屋里水沏好了，进来喝点水吧。不了，大妈，早安上，早安心呐。好了吗？嗯。亚梅呀，不好意思，那天我回来听胡同口的孩子就说了，那玻璃不是国玉踢碎的，你看我都冤枉他了。哎呀，大妈，不是他踢碎的，他也参加踢了，有责任呗。你回去替他妈给他赔个不是啊？不用了，大妈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看这个钱你得拿着。呀，大妈，这钱我不能要。哎，你们都出力气帮我擦玻璃，你看干嘛？大妈，听话，拿着。您就别跟我争了，你们家国玉不懂事儿。以后有什么冒犯的地方，您多包涵啊！我们走了。哎，不要钱也得喝口水再走啊！我有几个哥们儿都是部队大院的，你想要的话，哪天我让他们给你弄一顶来。快看，你姐搞对象了！哎呦！师傅啊，你在这儿停一下吧。还没到呢，就到这儿吧，你先进去，让人看见咱俩一块回来不太好。那好吧。谢谢你啊，强师傅。我就不爱听这俩字儿。不爱听我也说了。老看我干嘛呀？快进去啊！哎，那我走了。你姐真的搞对象了？胡说什么你？再胡说，再胡说，我把你嘴给撕烂了！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亚梅呀，哎，厂子里也没事了，早点回家吧。啊，徐姐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哎，看你还这么客气，什么事儿说？我想用一下缝纫机砸几件衣服。哦，你这是给弟弟妹妹们改衣服吧？明天是中秋节，我想让他们有像样的衣服穿。用吧用吧，也真是难为你了。要我帮忙吗？哦，不用了，我都裁好了，砸几下就行了。嗨，我呀一直觉得我就够辛苦的了，可和你一比呀，我知足了。谢谢你啊，徐姐。不谢，你弟弟妹妹有你这么个好姐姐，算是有福气了。干完了早点回家吧啊！哎。娟儿，你喜欢绿颜色，这是给你的。国玉，这个蓝颜色军装给你。国良，这是把以前的衣服我改了改，你看合不合适？兰兰，来，你最喜欢红颜色了，姐帮你穿一下啊，看能不能穿进去。来，套头来，哈哈，小了点是不是啊？啊，来，小，来小小，好。姐，你看。哎，姐看看，姐，你看合身吗？挺好的。大姐，你看啊，你的也挺合适的。大姐，哎，明天过节，人家吃月饼，我们没有点心票，吃什么？现在我就宣布，明天姐呀给你们买肉包月饼吃，好不好？好。明天有月饼吃了。来，快做作业去。我包了一个三角的月饼。呵，来，大姐一会儿给你烙，认准了啊，你自个儿吃啊。好。今天是中秋节，咱们呢就用馅儿饼代替月饼，反正都是圆的，就代表咱们团团圆圆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应该把这半年的成绩给我汇报一下呀？啊，谁先来？
我先说，我会自己洗脸洗脚啦。好，还有吗？我不怕和蓝海打架了。你呢？我努力学习，连续第2年全年第1。那有什么？不全面。学校要求德智体在学校运动会跑1500，还得倒数第2呢。哎，今天啊，只准说优点，不准说缺点。那我说，我觉得我长得更好看了。长得好看不算优点。对了，我当学校合唱团领唱了。这算。哎，你呢，国语？我也有啊，我也1年没尿床了。好了，唠的差不多了，准备吃饭吧啊！姐，你让小常叔叔给咱家院子里装个灯吧，天这么热，晚上我们也可以在院子里吃饭了。娟儿，你们待会儿先吃，姐出去一趟啊。你干嘛去啊？我到厂里去一趟。大晚上的，你还去厂里干嘛？我给小常叔送2馅饼去。他没回家呀？他家在农村，回不去。要不我就把小常叔叔叫回咱们家吧。他不会来的，还是我去吧。哎，国玉，给姐拿饭盒去啊。哎。常师傅，常师傅，哎，亚梅，咋了？吃饭了吗？还没呢，我刚才困了就睡了一会儿，一会儿饿了，有中午的剩馒头。我给你拿了几块馅饼，你尝尝吧。刚做好的，趁热吃吧。你呢？我陪你坐一会儿，然后我就回去跟弟弟妹妹一块儿吃。想什么呢？快吃啊！哎，怎么了？哭了？想家了吧？我长那么大，还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。那就快吃吧。哎，快吃啊！哎。换铅笔盒？不换。不换，我不帮你做题。好，拿走。不然呢？你们别闹了，不好做也不让别人做。哎，你们2个能不能安静会儿啊？大姐，我什么时候上学啊？这不马上就要开学了吗？
我就想上学，在托儿所天天就这傻坐着。哼。哎，郭良，我想把以前学的功课补起来，你看行吗？行，那有什么不行的？把你的课本我看一下。哎，给。以后有空啊，帮姐辅导辅导，行吗？行。这么晚了，谁敲门啊？我去看看吧。是宋叔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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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宋叔。哎，孩子们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宋叔叔，您去哪儿了？我去农村下放，接受改造啊。亚梅啊，我听说你在街道工厂上班，做劳保手套。我没照顾好你们呀。现在好了，我又回炼钢厂当厂长了。真的？工厂现在落实政策，允许退休工人的子女接班，我就是特意来找你的。我可以到炼钢厂当正式工人了。是啊，只要你愿意，马上就可以办理招工手续。姐姐能当正式工人了，姐太好了！别给我正式鞋买衣服了。你在这个街道工厂每月挣多少钱？18块多。还是过来吧，炼钢厂每月给你开30块钱工资，还有劳保、医疗福利什么的，比现在强多了。哎。好了，你呀，再到劳资和库房啊结一下手续就行了。哎，亚梅呀，以后有空了，可记得常来看看徐姐呀。哎，一定的。我走了啊。常师傅。范东西。哎。手续都办齐了吗？办齐了。好，那拿这里。分配你做什么工作？开吊车。大吊车？不是我们见到工地上那种大吊车，是大车间里头横跨的那种天车。那可能还挺轻松的。好像是吧。常师傅。还有事吗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那我走了。亚梅，我想给你们家院子装一个灯，以后可能方便一点。好啊，雅娟早就说过这事儿了。但是我到新的单位3班倒，哪天不上班我也不知道。等确实了我再告诉你好吗？那你怎么告诉我？我又不去外地，还不能碰上啊。那我走了。
亚梅，起码看什么书呢？数学书。又不考试了，看这个干嘛？随便看看。好，那你看吧，乖了。看人亚梅，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兰兰，什么时候到学校去报到啊？星期5啊。哦，是不是得交学费和书本费了？是的。那你们呢？我们也要交了。我也要交。那这样吧，娟儿，星期5你带着兰兰到学校去，把你们俩的先交上。国语、国良，你们跟老师说，等过2天姐发了工资再给补上，好吗？姐，我帮你洗吧。不用了，你忙去吧。还是我来吧。大姐，我不想读书了。胡说，谁让你说这个了？兰兰也上学了，家里负担太重了。国良，你说这话让姐太难受了啊！弟弟妹妹都那么小，就靠你一个人。靠我一个人怎么了？我说过我不行了吗？要想过好日子，就必须得有文化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。就是砸锅卖铁、吃糠咽菜，你也要读书。可是这么一大家子靠你一个人负担，我一个小伙子，我郭良，你的成绩在我们家是最好的，弟弟妹妹还小，将来我们家就靠你了啊！要不然，姐这样是为了谁呀？姐，我读书，我好好读书行吗？再也不说退学的话。亚梅，呀，常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今儿我休息，没事出来逛逛，顺便看看宣传栏。怎么光到我们厂门口来了？那个呀，没发现怎么穿新衣服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逛到你们厂门口来了。我想看看大厂子什么样。你怎么不来找我呀？我可以带你参观参观。这么大厂子，我上哪儿找你去？再说看门的也挺凶。咱俩边走边说吧。哎，厂里人都好吧？还好吧。徐姐得了一次感冒，传染了不少人。赵姐的妹妹生了个儿子，真的？抱过来给大伙儿看。还有，刘姐跟她丈夫吵架了，一气之下搬到厂里来住。徐姐这2天正忙着跟他们调解。你看我变了吗？变了。变成什么样啊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反正从大厂出来的人就是不一样，走起路来头都抬着。你也没低着头啊？我那是硬撑着，一走到你们厂门口，心里就没底儿，胸口扑扑直跳的。哎，常师傅，一会儿你去哪儿啊？哪儿也不去，反正我也没事儿。你走到哪儿，我陪着。一会儿我回家，要不上我们家坐会儿吧？咱俩好久没见了。要不然顺便买个灯给你们家院装上。行啊，走吧。哎。娟子，你干嘛呢？你踩鸡脖子上了。笑什么呀？别笑了。来，给我钉子。几天不活动，身上还真不得劲儿了。你哪不得劲儿啊？以前把杆，1大大，2大大，3大大，啪啪下。二姐，别闪着腰。行了吧，娟儿，就跟宣传队跳2次舞，搞得自己跟个专业舞蹈演员似的。
行了。亚梅，有没有压着你？没事。小常叔叔，你可真会摔呀，差点跟我姐来个脸贴脸。哎呀，小常叔叔，抱抱呀，小小，挂住呀，爸爸笑笑笑，挂住呀，炒白菜，挂酱油。去，就你话多，给小黄叔打水去。行，看在这个免费劳动力的份上，就打。姐，我看小常叔叔看你的眼神不对。有什么不对的呀？他看你的眼神发直不说，你每说一句话，他要看看你是什么表情，好像挺怕你的。你凭什么怕我呀？他喜欢你呗。去，别再说了啊，咱们就生气了。那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呀？小常叔这人呢，挺好的，可是你看咱们家这情况，就现在能说这个？那就跟人家说清楚呗。哇，小年纪，我挺多了啊。爸不是说了吗？我是人精嘛。行，姐听你的。嗯，找机会啊，姐跟他说清楚。帮忙去。你们快点呐，要迟到了。小哥，你快点呀！今天第一天上学，该迟到了。国玉，你干什么呢？兰兰第一天上学，你就想让她迟到啊？都几点了？几点了？7点40了。啊！走，国玉，啊，带着路上吃，带好妹妹啊。嗯，走吧。路上小心点啊！哎，过来。亚梅，呀，叔婶儿啊，你们来了，怎么也不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们。不用，我呀是出公差，吃住都有人接待。顺道呢，带你婶子来看看你们。好，那进屋吧。对，走。叔婶儿，来喝茶吧。哎，好好好。亚梅呀，家里有绿茶吗？有茶喝啊，就挺好。到这儿就别挑剔了。我喝白开水好了。那我把它倒了。大姐，大姐，你看怎么样？怎么看着叔婶也不叫啊？没礼貌。叔叔，婶婶。哎，进屋去吧。哎，别！我们又不吃人，干嘛这么着急回屋去啊？这是国粮吧？哎呀，都长这么高了。叔，我回头做作业了。哎，好。你是雅娟吧？真是越长越漂亮了。婶婶穿的衣服才漂亮呢。还是雅娟会说话。来，在婶子身边坐会儿。姐，我先回屋了。嗯。亚梅呀，这满屋子都是发霉的味道。看，那墙角上都有蜘蛛网了。哦，那不是蜘蛛网，是干了裂的。甭管是什么了，
反正我看着心里不舒服。亚梅呀，也难为你了，这一家人都靠你，难呐。这事儿就不用婶儿费心了，我们都挺好的。亚梅呀，我们这次来就是想和你商量个事儿啊。平时呢，我们也帮不上你什么忙。哎，叔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。你叔叔啊，是想帮帮你。哦，不用了，我没什么可帮的。就算我爸刚去世那会儿，那么难，我们也挺过来了。亚梅呀，我听着是话里有话呀。我和你叔叔好心来帮你，你总不能把好心当成驴肝肺吧？哎，咱们呢还是说正题吧。正好，雅娟也在这儿。看我干嘛？这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亚梅，你叔叔在省里啊，也混出个人样了，家里舒舒服服的。哎，可你叔叔有个坏毛病，生不出孩子来。我想啊，把娟子接过去当个闺女，一来呢，我们的生活也好有个伴儿；二来呀，娟子的生活我们都包了，你也减轻负担。还有事儿吗？还有，对娟子也好啊，省里的中学也好，以后在省城找个工作，总比窝在这小地方强吧。亚梅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是在想，要是我爸在的话，会不会让雅娟去？你叔叔是你爸的亲弟弟，你爸要活着，能不乐意吗？我呢也没有让你现在就回答我，反正我们在这里还要待上几天，你们呢也再商量商量啊。娟子，你叔叔在这儿开会，我现在也没事儿，你陪我逛逛街行吗？行，那还不简单。娟子，这件粉红衣服喜欢吗？你要喜欢呀，婶子买下来送给你。姐姐不让我们随便要外人的东西。婶子怎么成了外人了？你要喜欢就点点头，不喜欢就摇摇头。娟子别怕啊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们家的长辈。来，买不买先试试总行吧？同志，把这件衣服拿看看。来，穿上，让婶子看看。这姑娘穿的衣服真漂亮。什么也别说了，买下了。你姐管天管地呀，也管不着，当婶子了送侄女件衣服吧。麻烦你给包一下。娟子，到婶子家的事儿想好了没有？我姐，她不会同意的。亚梅也真是死心眼儿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娟子，这事儿你可得自己做主啊，这是一辈子的大事。你叔叔在省水利局啊，也是正处长了，到了我们家，一辈子不愁吃穿。大道理小道理我都跟你说了啊，事关你的前途，也不能光听别人的。你姐那儿我去说。你不是真的想去吧？我也没这么说呀。咱叔和咱婶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爸死了，他们都不来看一眼，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有这么好心。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叔叔，都是婶儿管着他。爸以前说叔叔是妻管严，我也得过妻管严。去，没你事，别瞎掺和。
娟子，你不用理他们，爸以前再难也没有求过这个叔叔。你别老拿爸来压我，爸已经死了，别把人想得那么坏。你们都来吃饭吧，不许说他们了。把碗拿过去。婶子不就是来看咱们一下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娟儿啊，要是问你自己的意见，你愿不愿意去啊？我听你的。要是问我呀，你就别去。去就不去呗。你们都看着我干嘛？叔叔婶子不就说了一句想让我当干女儿吧，也犯不着开家庭批判会吧。